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韩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持续带您关心的就是美伊的战事吼。好，那观众朋友可能会想说啊，看起来应该是到了后期，或者是已经停战哦。毕竟 Rubio 都这样说了，但问题是好像又有一些转折，因为啊，是不是轰炸赫姆兹又倒数48小时呢？好，观众朋友，你可能会很惊讶说啊。怎么会又有一个48小时出现哈？好，我们带大家来一探究竟。好，先看到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6号有证实哦，说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试图突破美方的封锁，闯入了伊朗港。好，随后呢，美军的林肯号就出动了海军 FA-18超级大黄蜂战机哦，以20公里机炮发射了数发的炮弹，好，瘫痪了油轮的方向舵。那哈斯纳号已经停止驶向伊朗。好，那这件事情哦，当然也被认为说啊，是不是一个可能会进入到开战的讯号？那再来就是川普也有特别讲到啊，尽管试图缓解跟伊朗的紧张关系，谈判人员呢也正设法要达成一个结束战争的协议。那美国在赫姆兹海峡的封锁令仍将维持。好，所以呢，原本不是说哦，这个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吗？好，那这封锁不算军事行动吗？好，也有人在满头问号。好，那当然，川普放了狠话，现在伊朗不点头，轰炸升级，赫姆兹命运48小时即将揭晓。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媒体独家的报道说，美伊在磋商14点备忘录。好，那当然目的是在结束战争，而且当作深入谈判的框架。那如果属实的话，就是好消息一桩。那华府也预计德黑兰48小时之内要给出回应。那川普6号就宣称，如果伊朗接受提案，战争就可能正式结束，否则美国将恢复轰炸伊朗，规模会比之前更强更大。好，所以刚刚一轮刚开始讲的48小时就从这边而来。好，当然我们知道川普啊很长啊，就是讲话后来又不小心变成了 taco。好，所以呢这48小时到底会有什么样子的转折？我们持续带大家来看。好，那现在大家就说美伊谈判有14点备忘录在磋商的话，那到底深入的讨论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有双方官员透露说啊，这是一份只有1页篇幅的谅解备忘录 MOU。好，就是有望解决当前冲突来进行铺路，而且作为后续核子谈判的架构基础。那也说这个中战备忘录应该是有望可以达成的哈。那我们看到针对核议题，川普也是信誓旦旦说啊，伊朗想要谈判，而且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将从伊朗这边取得了浓缩铀。好，那川普呢也有誓言要得到伊朗的铀，他怎么讲呢？我们来听听看。好，你刚刚有看到挂号怎么做？那是谁说？是记者问他怎么做，他就只回他我们一定会做到的那当然也没有讲出任何的这个手段。那川普6号的时候，则是透过《纽约邮报》表示说啊，此刻设想美伊面对面谈判为时过早。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说话还是反反复复的，让人摸不着头绪。那现在呢，网络则是酸爆他说啊，他口又想找台阶下。主要就是因为川普表面强硬实际上又不透露不愿意扩大战事的态度，那直指美国其实不敢打了所以留言区再度出现了他口的嘲讽声浪。好，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怎么说呢？每次这个美方都讲得很大声都讲在前面，但是后来伊朗常常就是啪一声打脸回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伊朗的国会国安委员会的发言人雷扎伊他说啊，这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美国单方面的愿望清单。那华府无法透过战争来获得在谈判当中没能达成的目标，而且警告，如果美国不做出必要的让步，其实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了。好，这样子听下来，怎么跟川普讲的又不一样了呢？好，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也说啊，谈判需要善意，谈判不是争论，也不是命令、欺骗、勒索
或是胁迫。好，那他全部讲的这些形容词都在讲川普哦，所以大家就想说啊，这个伊朗对于美国的信任度真的是低到不行。好，那目前看到了美国的海军追踪说啊，穿越史诗愤怒的封锁线。好，那我们也看到了南缘这个地方其实在海峡边缘有一艘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然后并由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来护航。那中心区域的这里则是再往北一点就是圣安东尼奥级的新奥尔良号2栖船坞运输舰。好，那它的西侧则是有一个独立级的近岸作战舰。那极北端这里则是另一艘独立级的 LCS 正处于完全单舰执行的状态。好，位置大约在距离伊朗跟巴基斯坦边境70公里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海军呢是整个包围在这个阿曼湾的地方。好，那法国这边则是现在突然有一个态势出现了。他说我们的戴高乐号航母也正驶向红海好，法国国防部在礼拜3的时候宣布，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的南部，说要加强地区的安全。那也为赫姆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来做准备。法国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的条件允许时尽快展开护航。法国的这动作也引发蛮多人的热议就想说你到底是真的秘密行动在帮忙美国这呼应美国，还是这个时候你赶快出来割稻尾呢？那当然，因为法国的部分跟美国也是有一点小尴尬。好，我们看到了这48小时突然又出现了，大家说不是停了吗？怎么好像又开始了？谢大使，我们先问您。对川普的话，这么多长时间下来我们都听了2个多月了。对，大家你还相信他吗？48小时、72小时、7天、2个礼拜、10天，哪一个应验了？最后都他自己定的时间，最后又往后延嘛。对，我是觉得现在这个美伊战争的主轴是谈，那谈的中间呢，就在威胁要打。就是这样。那不是打，然后呢，最后双方这个怎么讲呢？以打为目的，那谈判只是为打来作为一个怎么样？作为一个声援而已。所以现在主轴是谈，不是打。那所以这些川普的话，基本都是什么？都是放狠话，都是放狠话。那可见谈判进行的非常的激烈。谈判不需要说两边的人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上，你骂我，我骂你，大概不需要。现在的这种现代以通讯工具之发达，那双方有什么意见，1秒钟就过去了。对，所以双方事实上我觉得已经进行非常激烈的谈判，所以双方都在放狠话，那都在逼对方。那看起来美国是没有占上风。为什么？你刚刚看这个海峡的美军的这个舰艇的部署的部分基本上完全都在阿拉伯海，它连阿曼湾都没进去。在这里。对，这里面离荷姆斯海峡还很远的，还非常的远，所以它基本上都在外面，而且极北端的部分那边已经是属于怎么讲？属于巴基斯坦的水域了。我今天船躲在巴基斯坦的领海或者巴基斯坦的临界区的话，伊朗就不好打了。对，伊朗就不好打了。那巴基斯坦当然他可以不抗议啊，因为美国人常说我自由航行啊，你的那个领海的话，我的军舰可以进行无害通过。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基本上川普讲的那么多硬话，你要看他船放在哪里，他敢不敢进去？他根本不敢进去，所以根本不敢进去。那这2天那个海格塞斯又提出来一个新观点，他说我们送给全世界一个礼物。什么礼物？他说红海上空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盾，保护盾，所以呢我们可以掌握这个荷姆斯海峡附近的怎么讲？荷姆斯海峡不管是水面以及水底下所有活动，都在我们这个空中之盾的保护层之下，所以告诉全世界的舰艇，你们可以自由的通过荷姆斯海峡，我美国从空中保护你。结果呢，没有一艘船接受。可是居然黑塞斯说，我们美国送给全世界一个礼物，
就是这个所谓的空中之盾。问题没有人相信他，没有人相信他，所以还是不走啊。那美国事实上画了一条线，是沿着哪里？就是说荷姆斯海峡那一小块地方，沿着阿联酋的海岸，他画一条的黑的线，这条线欢迎你们走，我来保护。结果呢，也没有船赶过啊。这样子，因为美国贴阿联酋就对了。对，就贴着阿联酋这边。那伊朗事实上，它那条线是从那个岛上面一直画直线下来，哎，这个岛往直线下来，往北下，这些部分是全数不准你走。所以呢，人家是相信伊朗还是相信美国？结果呢，看起来是相信伊朗，所以美国现在蛮尴尬的。所以呢，看看就是说，美国要不要让步？美国如果让步的话，那事实上这件事情就有谈。如果美国也不让步的话，美国也愿意拖的话，那继续就这样对峙下去吧。对，所以还是厂长说这场战事还是看时间哦，因为看时间谁比较能够耗得比较久哦，那当然谁能撑得住谁就赢了啊。因为有战事的部分，我们问将军。那现在来看，只要是他们之间，美国跟伊朗之间，在没有达成共识的状况下，这种局部冲突会断续，会不断下去，因为都没有。反正没有停战了，也没有永久停战，那就继续冲突。那这一次美国的 FA-18超级大黄蜂去打那个伊朗的那个油轮啊，他告诉他一般来讲是小角度扫射，因为他拿机炮光网一套上去，我认为他是大角度扫射，所以直接把他的方向舵给把它击损了，坏掉了就坏掉了。你没有方向舵，没方向舵，你只剩下那个油机是好的但是没有方向舵啊，那你刚好停止，不然你一直直的，你更没办法转弯。所以这个美国在这一方面，它也是在执行对伊朗油轮、商轮这方面的限制啊，美国是采取强硬的。但是问题是卡在什么地方呢？美国跟伊朗之间呢，我认为是地面战是指标。美国不实施地面战，整个谈判会向伊朗倾斜，要接受伊朗条件。那如果美国要执行地面战，那可能就要向美国倾斜。所以我们现在看，美国没有地面战，那将来要接受的条件向伊朗倾斜，伊朗不会屈服。那至于川普为什么要放这些话啊？伊朗已经答应要交出龙梭铀了，那只是个心理战而已。他要把这个，因为全世界媒体都控制在美国手上，那这个川普既然这么说了，结果好像没有达成了，那是伊朗破坏啊，伊朗变成谈判的破坏者。他不接受谈判，他又答应了，他又不接受了，他把这个罪推给他。原则上就是心理战的先下手为强。伊朗答应了，但是伊朗现在又不交出来了，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谈判失败的责任归责到伊朗，这个就是个心理战。所以我们来看，这现在卡在是没有共识，就是龙梭铀的问题。伊朗会不会交出来？没有地面战，伊朗不会交出来的啦，怎么可能交出来？那至于那个川普所说的，那是他一厢情愿的讲法，因为川普他口随时都会变来变去，然后在那变来变去，你要看后面是有个猫腻的。川普其实他的战略的重心就是要把谈判失败破裂的责任推给伊朗，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整个的一个猫腻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认为大家看出来，好像每次听到川普讲话，伊朗要屈服了，伊朗要接受了，伊朗要把这个龙梭铀交出来了，结果后来答案都不是。对，就是这状况。所以这个从心理战，它又外溢到新闻战、舆论战，已经说宣传战上面去了，它有外溢出去的一个现象。那现在大家都搞得很模糊，都搞不清楚，然后大家也惯性思维以西方媒体的这种报道为解读的一个参考点，大家认为好像那伊朗又在破坏了，因为我们的惯性思维都是以西方的媒体的报道为参考的基准，那这是不对的，这很容易被蒙蔽啊。有时候看问题要看从反面来解读，反面来解读有时候往往是正确的，正面解读那是因为它有政治性的目的，有谈判的目的，那从反面解读反而是一个真实的答案。所以川普想要主导话语权啦，让全世界对于他的说法比较有深刻印象把这个罪推到伊朗身上。好，那刚刚我们讲到了外交部也伊朗这边说谈判需要善意，我听到邱毅委员有点感触
我从48小时开始谈起。好，48小时由川普的嘴巴出来，证明时间对川普来说是有很大的压力。可是美国有压力，伊朗也有压力，双方的时间压力在哪里呢？美国的时间压力，第一个在于国会的战争权利法，60天的大限已经到了。第二个，美国面临了中期选举，川普要赶快拿出成绩，他要到各个州去辅选。第三个，马上5月15号，他在北京要跟习近平谈，而在这一个北京的习川会里面，一定会谈到伊朗的相关的问题。这也是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为什么昨天要赶到北京跟王毅见面的主要的原因。所以美国是有压力的，川普是有压力的，而国内给他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可是伊朗有没有压力？伊朗压力也很大。为什么？因为伊朗现在的油运不出去，也卖不出去，它所谓的储油罐几乎都已经快要满了。而储油罐一满，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要不就减产，要不就封闭油井。可是你知道，一旦封闭油井，那后遗症太大了，要再恢复，那真的很困难。所以现在伊朗是采取所谓的浮动储油罐。什么叫浮动的储油罐？把那些已退休的老旧的那些油轮拿出来，把油存在上面，这个叫浮动的储油罐，看看能不能把时间拖一拖。可是最多拖到哪里？5月中下旬。所以两边都有时间压力，两边其实心里都很急。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到，川普还是在玩他的极限施压。你看上一次在巴基斯坦的第2回合要谈之前，不是又发生了美国的导弹驱逐舰针对一个伊朗的油轮，一样把人家打了一个大坑吗？大洞吗？那这一次又是故技重施，然后用这个林肯号的这个舰载机的大黄蜂，那么一样打了伊朗的油轮，这个就所谓的极限施压。可是问题是啊，极限施压只能用在单次博弈，也就是一次谈判。可是伊朗很聪明，伊朗把这个谈判搞成3阶段的谈判。也就是它不是一次谈判一次博弈，它是3次博弈。什么叫3次博弈？伊朗的总统不是提出来了吗？分3段，第一次谈什么？谈停战停火。第二次谈什么？霍姆兹这个荷姆兹海峡要不要通？第3次再来谈浓缩铀的问题。3次的博弈跟1次博弈有什么不一样？伊朗不是讲吗？美国总是在骗，总是在勒索，总是在威胁，总是在极限施压。那我请问你，1次谈判可以这么做，就让你骗过去了，蒙过去了。可是2次谈判、3次谈判，你前面的骗我，我后面要回来啊。好，所以如果采多次谈判的话，那这个时候如果采取这种极限施压，就会造成一鼓作气，再而衰，3而竭。好，最后一句话，这一个谈判啊，一定要表现出来善意，尤其强者要对弱者表现出来善意。如果强者不对弱者有善意，弱者心里就怕怕的，害怕被你坑掉，所以弱者会用敌视的态度来看这一场谈判，这个谈判就成不了。但是现在川普是逆着这个方向而为，所以会造成两边的谈判虽然剑拔弩张，但是中间存在着许多危机的锁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虽然目前看起来哦，在伊朗的这个境内哦是没有任何可能会有一些交火啊、交战的状况，但是呢，在伊朗这边哦，德黑兰还是发生了一起火灾意外。好，这是在德黑兰的购物中心有一起火警哦。那当然，因为确切的起火原因哦，那初步已经排除是跟美伊战争有关。好，但因为你可以看到画面上这火烧得非常大，所以第一时间有人可能认为说啊，是不是又有飞弹袭来？好，那当然目前已经排除了，那详细情况还要等到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但因为这起的意外哦，造成了是11人死亡，40人受伤哦，其实也真的是蛮惨的。好，那伊朗现在还有公布敌方察打一体无人机残骸的画面，这是伊朗媒体5月6号公布了一段敌方察打一体无人机残骸画面。好，该敌方无人机在当地时间5号晚上，在赫姆兹海峡区域被伊朗防空系统给击落，所以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无人机这个入侵进攻的一些状况。好，那现在有外媒则是报说啊，美军基地实际战损是远超过官方的数字。好，之前赫格塞兹在听证会不是也被问到了吗？大家就觉得他当时讲的数字其实可能有一些隐瞒。好，现在外媒《华盛顿邮报》在6号独家报道说，透过卫星影像来分析从228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空袭已经对中东15座美军基地，而且造成了至少是228处设施或装备毁损。好，包含像是机坪、营舍、燃料设施、军机、雷达通讯，还有防空设备等等这破坏的规模真的超过了美国政府官方先前公开承认的程度。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位美国陆战队的退役上校他就说伊朗的攻击哇，看起来非常的精准没有随机弹坑，显示他们是失守的。好，那我们目前讲到了伊朗，当然也要讲到就是以色列。好，因为目前以色列它的袭击还没结束，虽然不是袭击伊朗，但是真主党可是也被打得很惨。好，这是以色列空袭黎巴嫩真主党的大本营他开始在攻击真主党的大本营了，而且是纳坦雅胡亲自下令说猎杀指挥官。所以你发现以色列在这个战术上面的打击都是以斩首头号领导为主嘛。之前不是刚开始就说这个狙击哈米尼也是伊朗的这个领导层。好，这是6号以色列军方再度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来发动空袭，造成了真主党精锐部队一名作战指挥官巴鲁特丧命。好，这也是自黎巴嫩跟以色列4月16号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以军首次来攻击达西耶。好，那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呢，也有发声明证实说这起攻击就是他亲自批准的，目标就是真主党精锐部队拉德万军的指挥官。那他就讲说，没有恐怖分子能够有豁免权。那也说以色列的长臂会触及到每一个敌人，还有凶手。那到底谁是凶手呢？好，那目前这个纳坦雅胡呢，是不是很害怕美伊弹劾？所以从中在作乱。那你可以看到纳坦雅胡最近又想要访美了好，那个知情人士告诉 CNN 说纳坦雅胡最近想再次的访问华盛顿来跟川普见面。有分析认为，因为他会劝说川普重启跟伊朗的战争。那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则说以军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戒备，随时对伊朗要发动一场强大而有力又大范围的军事行动。那美国最后一刻会让步吗？现在说美伊将这个达成协议，但是纳坦雅胡就很急着要跟川普政府的官员来会商，因为他们很担心美国可能会在最后一刻让步，达成美伊的终战协议。那目前看起来纳坦雅胡还是有说他持续的有跟美国来保持联系。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有什么共识。אנחנו מקיימים קשר רציף עם ידידינו בארצות הברית. אני משוחח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כמעט על בסיס יומיומי. האנשים שלי והאנשים שלו משוחחים על בסיס יומיומי. אנחנו חולקים יעדים משותפים, והיעד החשוב ביותר הוא הצעת החומר המועשר מאיראן, כל החומר המועשר, ופירוק יכולות ההעשרה באיראן. הנשיא טראמפ מאמין שהוא יכול להשיג את זה בדרך זו או בדרך אחרת. אנחנו אבל ערוכים לכל תרחיש, וזו ההנחיה שלי גם לצה"ל ולגורמי הביטחון שלנו. ישראל חזקה מאי פעם, איראן וגורותיה חלשות מאי פעם.
好，那现在新华社有报道说啊，其实川普政府其实有被要求要披露以色列核武的公开秘密。好，那这件事情恐怕还会有一些发展。好，因为战术问题，我们先问施将军怎么看？这个 MQ9被伊朗这个看起来这个外形呢 ，MQ9B 是被伊朗击落了，因为这击落现在已经击落20多架，先后就是这 MQ9它在实习查打的时候呢，它会有应变机制，现在被锁定了或什么，它会这个时候它会自动放火焰弹、放干扰式下去，但是伊朗已经掌握它的应变节奏。这个 MQ9B 的应变的 SOP 啊，应该每一次任务都要每一次改。那他一掌握了，这个时候他要丢火焰弹，这是他丢干扰式的时候了。这个时候，他这个地动攻飞弹先不要发射，丢完了之后呢，整个火焰弹干扰之后，他再发射再去打。这个时候就这个应变节奏啊，被伊朗掌握了。那现在美国要去把 MQ9B 到这个战区战场去做侦查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被伊朗，它的风险是非常高的。伊朗可以把它在一个地方做狙杀、做拦截，然后飞弹直接把它击落。所以这个 MQ9B 的战术的价值以及它所能够发挥的功能，在伊朗战场慢慢降低了，是可能要派其他的，因为整个的应变 SOP 已经被破招了。是。那现在我们来看，就是美国跟伊朗要不要动？美国是站在是吃亏的，因为都是不对称报复。美国或以色列要去炸伊朗啊，都是差不多了，都是低价目标，都是那个低价的。伊朗的目标就是这些东西了，再怎么炸这样。但是伊朗做反攻，不管是它的地对地导或巡弋飞弹，或者是自杀的无人机，都是高价目标。美军哪个东西不是高价目标？美国是富贵人家嘛，那这样说美国长期玩下去啊，这种收花玩下去，美国会吃亏。所以美国在这个瞻前顾后，到底要不要对伊朗动？越动越多，不对称的报复就差距就越大。伊朗吃小亏，但是美国吃大亏。当然美国有钱啊，但是吃大亏也长久吃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美国是有所顾忌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那现在纳坦雅胡，我认为纳坦雅胡是不受控的。大家看那么多，在这个加萨走廊对着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一直动手，就是这个杀了将近7万人。但是问题啊，将近2万人是小孩还有老弱妇孺啊。关键就这个，他们都习惯了先把对方定位为恐怖分子，其实自己就是恐怖分子了。所以我倒认为，这个有时候这些政治人员、政客讲的话啊，听一听就好。有时候反面来看，当他指别人的时候啊，自己就是恐怖分子了。没错，你看他4只手指指的就自己嘛，就像我刚才说，这个纳坦雅胡说，以色列的长臂将触及每一个敌人跟凶手，他不就是敌人，他不就是凶手？介大使怎么看？华盛顿邮报这个报道，事实上很多西方媒体都已经做过类似的报道，就是这次以色列对于海湾国家甚至包括伊拉克跟约旦的美军基地的攻击那成效非常非常显著。那这次他的打法，我觉得战法也值得我们关注，就是说他第一个打你的远程这个预警系统，把这个铺路爪雷达就被打掉了。那其他它就是主要打你的眼睛，远程的、中程的、近程的就没什么用了。为什么？近程飞弹打来的时候，你只剩下20秒的预警时间，还有什么用呢？所以我觉得他的打法是很有策略的，战术是很成功的。那这也是美国打了差不多1个多月就不愿意再打下去的原因。你不能说我攻你攻不下。问题是别人攻你的时候，如果都很有效的话，那个对他的造成威胁更大。美国就是说，最近说250亿美金的这个战军费，人家美国自己媒体估算不止500亿啊。那500亿，另外250亿是什么？就是你被击毁的这些装备跟设备。一个铺路爪雷达，保守估计就是10亿到15亿美金啊。对，那你远程的预警系统就没有了，你眼睛瞎了，你后面怎么打呢？你更都是暴露在伊朗的这个所以精准的导弹的攻击之下，美国束手无策啊，对不对？打一个中一个，打一个中一个，而且这个报道更是讲的蛮惊悚的，就是说弹无虚发的意思，没有所谓的随机弹坑，没有什么失手的，没打必中。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美国还打下去吗？
所以我们刚刚讲，美军的舰艇都停在哪里？都停在阿拉伯海，连阿曼湾都不敢进去，随时进去就会被打到。万一打掉一条航空母舰，你美国这个战争，你还可以像川普那么说，赢麻了啊！哎呀，赢麻了！谁说美国没有胜利的就是叛国者？他讲得出口吗？所以战争，说实话，不是说别人要不要投降，而是别人对你的攻击力道有多强。看起来伊朗的攻击能力是让川普随时想要弹劾的，我觉得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才一直讲说，这场伊朗跟美国的战事，美国金价是贴到铁板了啦。邱毅委员，川普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非常习惯于所谓的房地产式的谈判，或者叫做房地产式的博弈，他的 game。可是问题是，政治性的谈判不是这样的。政治性的谈判在纵向，它不是谈一次，它是连续谈好几次。所以你第一次搞出极限施压，你搞出了勒索、欺骗、威胁，你到了第二次、第三次的谈判的时候，你一定会被要回去吧？另外一个是横向的，也就是说，谈判不是像我们教 game 一样，是2个 player 在玩，它基本还有第3个 player 会成为最大的变量。那现在第3个 player 是谁？就是以色列啊，以色列就是美国跟伊朗这一个国际谈判这个 game 里面最大的变量。好，它的变量重点在哪里？纳塔雅胡不是等闲的人，他也懂得问题症结在哪里。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刚才我讲过了，他不是把谈判分成3个阶段。那分成3个阶段，最难谈的第3个阶段谈浓缩铀。可是纳塔雅胡一直在咬川普的耳朵，说要把浓缩铀的问题挪到第1个来谈。那我告诉你，如果先谈浓缩铀的问题，这个谈判就触礁了。第2个，要谈浓缩铀的目标，美国跟伊朗不一样，美国只需要把浓缩铀的浓度跟它的数量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但是以色列是要让伊朗的浓缩铀降为0，完全没有浓缩铀的生产能力，可能吗？不可能。第3个就是电视墙里面讲的，伊朗会在里面做破坏，像德黑兰的广场被放炸弹，炸死了那么多人，造成11死的结果。另外，最近不是有2架加油机 KC-135跟这个 KC-46同时被电子干扰都出事，其中 KC-135到现在行踪不明，谁搞的？当然不会是美国。伊朗是不是？伊朗说不是他，那到底是谁？我就怀疑是以色列。以色列在整个谈判里面制造了谈判的变量，那这个变量就会使谈判的节奏会乱掉，会使得居于弱势一方的伊朗觉得美国更不可信。但是这个不可信的因素里面，有1半以上是以色列造成的。好，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很坏，有些人是这样感觉啦。好，那当然呢，接下来这场战事会不会有个转折点？看看川习会哈，所以我们等一下来讨论川习会，休息一下。好，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川习会因为在5月14、5月15号，川普要36个小时快闪北京。好，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到有1号人物也到了北京。我们昨天已经讨论过了，就是伊朗的外长阿拉奇。他也跟王毅见面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提到说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在谈判当中保护自身正当利益，只会接受一项公平且全面的协议。好，但他并未正式的回应美方提出的暂停护航行动的这个提议所以他跟王毅会谈之后也说伊朗跟中方的合作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那王毅的谈话大家也好奇我们看到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
不可取。好，那这有意无意在跟谁喊话呢？那现在纽约智库的学者也分析说，德黑兰此行一直在对美国释放讯号，就是想展现我不是孤立无援而且借此来提升谈判的筹码，并吓阻美方进一步展开军事行动。好，那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奇有特别讲说我们的中国朋友同样认为，战后的伊朗已然不同于战前的伊朗。好，伊朗已经证明了自身的实力跟能力，因此伊朗跟其他国家的合作也即将迈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好，也就是说，他这次访华说有梳理当下的所有议题，说非常具有成果。好，那川普这边怎么想呢？我们看到川普还是不断的在放话他就说有希望他在下周造访中国之前可能达成中战协议他认为这件事情很有可能画下句点，没有结束我们就必须回头炸个他们体无完肤。好，又来了又是类似的言论。好，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谈谈比较深入的也就是川习谈判之前到底谁掌握了2大命脉的筹码？先讲到川习刚刚一轮不是讲吗？5月14、5月15。好，那这2个时间点，其实中国大陆这边都没有正式的宣布川普到来的时间呢好，所以呢，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也被问到，他就说中美双方就此事保持沟通，而且只说中方对推动荷姆兹海峡的局势降温努力。所以川普访华这件事情，北京这边有13间起口的，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说要改变时间应该不太可能应该就是14号、15号了。好，但是2大命脉的筹码，中国大陆在军武实力上面，他们有2栖战车好，那说成海上靶子。好，那这是因为美日菲实弹猛轰那这是因为最近在菲律宾北部，美日菲部队有进行这个实弹演练。好，说直接将中国解放军主力的2栖步兵战车ZBD-05是模拟当做了海上靶车来射击，说相关的画面曝光。那另外有说日本在美菲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的反舰导弹为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那这件事情引发了中国大陆外交部的不满说日本不断的突破专守防卫，那新型军国主义会成为一个忧患，威胁地区的和平。好，确实以前日本都是属于一个这个防守型、防卫型的导弹，那它现在是首次在境外发射像这样子进攻型的导弹，确实让蛮多区域的态势比较紧张。好，再来要看到就是解放军有测出一个神秘反导系统那或叫海红旗10的升级版，也就是最近中国大陆的海军视讯部队在渤海某海域完成了某新型末端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好，官方尚未透露这个武器的具体型号跟参数，但值得注意的是，你看央视的报道中有显示，就指挥控制器的萤幕被打满了马赛克。好，这武器系统就可能是一个高度机密。那另外经济战部分，则是美国贸易代表这个格里尔有讲说，川普下周跟习近平会晤会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石油的问题。那另外，中国对美国也启用了经济武器库。好，那华尔街日报说虚张声势，好像要变成真刀真枪好，那我们看到一开始的这个阿拉奇，好，他到了北京，那大家说川习会接下来这个伊朗的问题也势必会谈到，好，这什么讯号呢？我们问介大使。我想阿拉奇这个时候在赶到北京去那基本上一定是为了这个不久以后的这个习川会的这个重要的会议，当然是向北京求援了，说明这个伊朗的基本立场，然后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对伊朗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协助。我想就是说，王毅的话讲得非常有外交官的味道。他就是说，他说事实上的话，他说这个双方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这个就是很清楚了。那他们之间的合作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了。那中国王毅从来没有讲跟美国的合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更加紧密那另外一方面，他还讲全面止战刻不容缓，然后呢重启战端不可取这不就是对美国进行警告吗？对你不要重启战端川普你不要一天到晚在威胁，把人家炸得什么体无完肤的这种话，你说也都不要少说，最好你不要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一次川普事实上如果想要到这个中国大陆去跟中国大陆谈这个美伊战争的话，我觉得他绝对得不到好处，讨不到好处。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动向的话，事实上对美国可以进行蛮大的影响，而美国也拿不住中国大陆，因为你可以看出他要去进中国大陆的茶壶油厂啊。这个茶壶油厂在中国大陆很多网民就说啊，还有这些油厂啊，怎么不是中石化、中油、中国的石油公司啊，都是很小的厂。可见就是说，对伊朗很重要，对中国大陆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以呢，这场战争中国大陆真正受到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而且大陆事实上还对有一些东协国家说，你们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帮助我油还多得很，有气可以帮你们忙。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对美国来讲是怎么讲？是谈两伊问题就没有底气。不过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台湾问题，因为台湾问题，我觉得从很多迹象显示啊，大陆跟美国已经谈了非常久有关台湾问题，就是要在美国在台湾立场上啊，要表一个新的一个态度。那说穿了，就是台湾基本上这次是在菜单上，你不是坐在餐桌上，我们是放在菜单上。为什么会今天形成这种状况的话，因为要怪谁？要怪美国。美国基本上我们跟他关系这么密切，付了那么多钱，你为什么跟中国大陆谈台湾问题的时候，台湾还是在菜单上？而且台湾这边知道要谈什么吗？请问一下，对不对？所以就变成现在的政府跟美国跟大陆搞的是完全不来往，那你就是靠美国。可是美国跟大陆谈的时候，美国有跟你台湾打招呼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希望我们也要很多要好好深刻反思，为什么今天在菜单上，美国把我们放到菜单上，完全不顾及我们利益，而且我们已经给了那么多钱了。这确实也是蛮多在国内的人有讨论声哦。邱毅委员怎么看？刚才我不是讲吗？国际谈判有纵向，有横向。就横向的来说，本来应该是美国跟伊朗两个 player 在玩，但是现在跑进一个以色列，作为一个最大的变量。那我是弱者，谈判能力属于弱者的伊朗，我怎么办呢？那我就要找第四个 player。也就是我要找另外一个变量来压制以色列的干扰，而这个最大的第4号的 player 就是谁？就是中国大陆嘛。所以为什么在5月15号习川会之前，阿拉格齐要昨天赶到北京见王毅，但是今天习近平就没有见他？为什么？因为既然5月15号的重头戏是习近平vs川普，而且川普已经说了要谈伊朗的问题，那这时候如果习近平跟阿拉格齐见面了，那他就显得不是不够中立了。好，但是中国大陆已经发挥了第一件功劳。刚才不是讲吗？以色列希望在伊朗所定的3个谈判的程序，3个 game 里面，以色列认为先谈停火，最后再谈这个浓缩铀的问题。好，以色列不同意，以色列认为浓缩铀要摆在第一位。可是刚才一轮已经说了，已经告诉大家了，中国大陆主导这一个谈判，他已经正式把停火、停战摆在第一位，而且不要协议，重点只要有个谅解备忘录就可以了。所以只要有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就完成，就可以进入第2阶段，霍尔木兹海峡到底要如何管理的新的办法。那基本上在这个谈判里面，你可以发现，当有中国大陆力量介入的时候，整个谈判慢慢的进入了轨道。而川普在有中国大陆的压力之下，那么基本上他过去善用的极限施压，他善用的这个欺骗、威胁、勒索也会有所收敛。我最后一句话谈到了美日菲的
联合军演，肩并肩的军演。本来这个军演要到5月9号才结束，可是4月29，它就草间结束了。为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次的美菲以前没有日本是观察国，以前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一定有航母战斗群，但是这一次在亚太唯一的航母战斗群还在横须贺，是华盛顿号没有出来，再加上中国大陆2个编队过来，西边是辽宁舰的编队，东边是107的海军编队055大区。在这种情况之下，美日菲的联合军演根本就演不下去了。所以即使拿中国大陆的坦克来做靶，来做肉靶，也没有什么意义存在的。好，所以讲到了军演，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像是解放军有一些这个神秘的反导系统，我们就问将军，这个神秘反导系统就是应该是从我们叫舰队的，从军舰里面的反导。那我认为这是他们有时候就是红旗10的升级版。是，那红旗10它属于近程反导，因为我们还有远程反导。那近程反导变成到最后一关了，因为这个不管是空射的这个反舰飞弹，或者是地对舰的反弹，或者舰对舰，这已经过来了。那到最后末端的时候呢，再做一个拦截，把它做摧毁，要不然自己就被对方的目标所命中了。那这一个他把它打马赛克，可能在性能上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他才会把马赛克把它打上去，不要那么早就曝光。但是有做这个科目，因为他在渤海里面在做演练。那我们先来看这次日本的参加了2026美菲肩并肩演习，日本这一次首次派了1400个官兵呢，这个是包含海军，因为日本就叫自卫队，没有所谓的海军。所以它的包含它的水兵，也包括它陆上的人员，总共是1400位。那我认为日本在走了3步骤，第一步骤扩大参加海外的联合军演，这是做到了。第二步骤大量军售，那大量军售，不管是军舰也好，或者是雷达这个搜索雷达的这些设施之外，还会派技术人员、技术代表、专业人员帮菲律宾协训。那这是第二步骤，因为它已经开始军售到其他国家了。第三步骤，我认为日本就要做修宪，非战宪法第9条。这个非战宪法第9条讲得很清楚，日本永远不发动战争。日本不拥有陆海空军，所以日本没有陆海空军，日本叫自卫队。那他以后就必有陆海空军了，因为他要修宪。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就是日本不承认他有国家战争权，就是他那也就不能跟第1条有点类似，就是国家交战权他不能有，但他要把这3个把它修掉，就变成非战宪法就没有了。日本它就变成可能日本叫日本国防军，或者是日本武装部队都有这副可能，就不是叫做日本自卫队了。所以他一直要走这个路，所以他一步一步走，现在已经走到第2步，将来这个日本卖给菲律宾军舰，有没有卖给印尼呢？我认为现在还不会，先卖给菲律宾来做一个试点试探，然后再帮菲律宾在那边做训练、后勤训练，还有作战训练、操作训练等等这些。因为这训练完毕你要认证啊，那认证由日本来认证，因为这是日本做的武器装备是这个样。那现在他已经走上第2步了。